只长得狗里狗气的小熊，就是三胞胎萌帅酷中的三弟小酷。小酷的长相在三姐弟中可以说是最有特色的，大姐萌萌长得很秀气，打眼一瞧就知道是女孩子。二哥帅帅熊如其名，长得很帅气，拥有一双卡姿兰大眼睛。而三弟小酷的长相可以说靠出奇制胜，既然颜值拼不过，那就走搞笑路线，五边形的脸，外加憨气十足的小眼神里还透露着一丝愚蠢，真的让人只看一眼就能爱上。虽然他是三姐弟中长得最壮的，他的手臂特别的粗，以至于他量血压的仪器都是定制的，但他也是三姐弟中最会撒娇的。小酷有一个拿手绝活，那就是歪头杀，呆呆的眼神配上歪头的动作，以及不经意间甩飞的口水，有一种猛男撒娇的既视感，但却一点都不油腻，看上去十分的可爱。后来才知道，酷酷的歪头杀是跟大梁学的，一人一熊互动的画面特别有爱，而且小酷好像知道他自己很可爱，于是他也会靠撒娇来骗吃骗喝。大文奶爸最受不了小酷撒娇，看到小酷冲他撒娇，恨不得什么都给他。你不要那么可爱呀，酷！我想给你，问题车厢里面装满了，你叫我放哪里啊？小酷也很聪明，大文奶爸说车厢装满了，没有办法给他吃的食，他还会把车厢里的东西丢下去腾地方。喂，丢垃圾要罚钱哦！酷酷的歪头杀是非常的有杀伤力的，而且小酷还是三姐弟中脾气最好的，姐姐萌萌喜欢发脾气，哥哥帅帅喜欢打架，酷酷心态超好，经常受气挨骂。前段时间酷酷很开心，经常哼着小曲下班回家，结果他走到玫瑰妃的门口，被玫瑰妃听到了，小酷就被老姨劈头盖脸的骂了半天。但小酷心态好，不还嘴也丝毫不放在心上，毕竟谁住在他隔壁都能骂上他几句。第二天小酷继续哼着小曲回家，结果把大文奶爸吓坏了，连忙提醒他呀，咩咩咩了，要回去吗，酷？你不要咩着回去啊，酷！你记得昨天晚上你咩着回去发生什么了吗？不要咩了，不要咩了。真的好喜欢小酷的性格，整天都乐呵呵的，什么事都不放在心上，没心没肺的生活，又何尝不是一种幸福呢？小五告诉俺娘，俺忙小五不是孬种。小五不仅越过了保护膜，爬上10来米高的大树，他甚至还学着隔壁哥哥姐姐露营，在上面睡了一夜。我们现在的长安五少早已不是那个只会爬扎屁股小树的小熊了。从昨天下午的2点左右，小五开始上树，截止到第二天的10点，外公才用盆盆奶把他从树上哄下来。他在树上足足待了20个小时，很难不怀疑他是和王女士闹了别扭，自己赌气挂在树上不肯下去。小五现在真的是长大了，昨天他扒着保护膜的上边缘，就这么轻轻松松的越过去了。他找到一个舒服的树杈，把自己团成熊猫球挂在上面，这画面看起来一整个的就是岁月静好。饲养员们反应也是很迅速，找来梯子爬上去就把保护膜拆掉了，这样不仅能方便小五下树，也能降低他摔下来的风险。其实昨天下午他已经准备下来了，在下到一半的时候转头看到了妈妈，又飞速爬上了树。小五的反应真的很搞笑，他这是害怕妈妈会揍他吧。后来外公又来收了他一次，但是也没有成功。就这样小五在外面露营睡了一夜。小五不是下不来，他只是不想下树，所以压根没有消防车把他救下来的事儿。第二天一早他还在树上睡觉，王女士也一直在树下陪他。睡醒了的小五可能是饿了，还在上面啃树枝，小屁股被树上的青苔染得脏脏的。在上午10点的时候，也就是小五上树的第20个小时，外公才终于用盆盆奶把他哄下来。结果喝完盆盆奶的小五还是赖着不肯回家，抱着树干怎么都不松手。奶成看建哥自己搞不定这个犟拐拐，赶紧上去帮忙，结果建哥没站稳还摔了一跤。但即便是这样，小五还是不肯回家，继续找树往上爬。这孩子也是爬树上瘾了，最后还是被奶成抱起强制执行，才不情不愿的回家了。自从齐三妹惊喜亮相后，姨姨们纷纷变了心，注意力都在齐三妹那边。小五这也是凭实力挣来了关注度，还把自己送上了热搜，证明了一波长安五少的江湖地位还在。齐三妹长得真的太好看了，看起来软绵绵糯叽叽的，虽然她和小五哥哥小时候很像，但又没有小五的憨气，给人一眼看上去就是女孩子的感觉。小小年纪的齐三妹就会十分标准的一字马了，而且齐三妹不仅和小五哥哥长得像，也是小小年纪就只想回家。墩墩外公把她抱出来晒太阳，她就孤勇着想回家，但每次都是孤勇半天，刚爬出垫子就被墩墩外公抱回去了。这就不禁让人想起小五小时候出来晒太阳的场景，总是喜欢迈着模特步，屁股一扭一扭的走回家。齐三妹被抱出来晒太阳时，好奇女侠总是不放心，一直趴在门口看着。之前有一次好奇女侠独自出外场，就趴在窗户上往里看闺女，即便是她生日当天有美味的大蛋糕和好玩的雪，她也是只待了一会就喊奶成开门，着急回家带孩子了。好奇妈妈真的很爱她的齐三妹，墩墩对这个亲外孙女也是宠爱的很。
每次抱着齐三妹出来时，感觉扬起的嘴角压都压不住，大家也都纷纷评论说，墩墩奶爸再也不用四处打零工了。当年又是照顾于可于爱，又是照顾莽小五的，现在终于有了自己的亲外孙女了，再也不用哪里有活就往哪里搬了。而且墩墩照顾齐三妹时真的很细节，他会把垫子卷起，再伸手去抱齐三妹，这样就不会把齐三妹的垫子踩脏了。看到这一幕，小五不禁流下了伤心的眼泪。墩墩，你还记得大明湖畔的莽小五吗？当年你家好奇相亲回来，你就卷起铺盖毅然决然的走了，还是头也不回的那种。小五还为墩墩的离开难过了好几天呢。虫洞这样也挺好的，每年都有新鲜的宝宝出生，明年应该就轮到梁月、于贝和佳月月了吧？不知道他们哪一个会先传来好消息呢？果然在莽女士的眼里，只要出现在莽家大院里的玩具都是她的，这个轮胎吊桥自然也不例外。昨天奶橙带领虫洞天团又给莽家大院上新了，这次是用8个轮胎打造的豪华吊桥，一行人忙活到晚上10点多，安装好之后又马不停蹄地进行了消毒。奶橙还配文说，看看小五明天怎么耍。今天一大早，莽女士看到这个大玩具也是开心坏了，率先爬了上去。小五也不甘示弱，紧跟其后，试图咬住妈妈阻止她登顶，但小五的输出基本对莽女士构不成什么威胁。莽女士登顶后笑的那是一个开心，起初母子俩还能和平相处，各自探索，但这个轮胎洞口对小五来说还是略大了一些，一不小心就从里面漏下去了。莽女士还一脸的迷茫，我的好大儿怎么修一下就不见了？可能小五误以为自己掉下去是妈妈搞的鬼，于是再次爬上吊桥就要和妈妈决斗，一直晃动轮胎，估计是想把妈妈从吊桥上晃下去。但小五哪里能是莽女士的对手？莽女士借助自己的位置优势，几个连环掌把小五都快打蒙圈了。但小五这个犟拐拐那是越打越勇，最后直接被莽女士掀下吊桥。此后母子俩的吊桥之争方才正式进入白热化。小五扯住妈妈往下拖，好不容易把莽女士拽下去了，结果还砸在了自己的身上，这基本上就是打出了1000的伤害，却被敌人的反伤刺甲返回来999。后来又反反复复进行了几个回合。今天的吊桥之战，小五也是输惨了，坐在木架上独自一梦。后来走到妈妈跟前想求和休战，结果被莽女士一拳打出了360度转体。本来小五还能扒着木架挣扎着不想掉下去，结果莽女士又补了一掌，小五稳稳地掉在了吊床上。莽女士看到这一幕，非常满意的扭着屁股潇洒地走开了。别家都是娃废妈，只有莽家是妈废娃。曾经还因为小五是虫洞2、3级的独苗苗，害怕他在成长的过程中可能会因为没有玩伴而感觉到孤单，后来才发现是自己想多了。莽女士可比年轻小熊会玩多了，这娘俩整天打得鸡飞狗跳，也因此成为很多人的快乐源泉。10年的爱与陪伴在这一刻具象化了。10年前的大梁抱着萌萌，10年后他又抱着萌萌的女儿，时间不仅没有让他对萌萌的爱减少，反而在媚珠的身上得到传承和延续。曾经的大梁奶爸带着萌萌在秋千上玩耍，萌萌突然一个飞扑扑向奶爸的画面还近在眼前。相隔近10年，还是这个秋千，现在是大梁外公带着媚珠在上面玩耍，而且媚珠也从上面摔了下来。估计大梁内心的感触要比我们都会更深一些。媚珠也很喜欢这个秋千，特别是秋千边的这棵小树，张大嘴巴一直在用自己的小奶牙去咬小树枝。看到这可爱的一幕，内心瞬间就温暖了很多，它真的可以治愈不好的心情。大梁说有人看着的时候，会多让媚珠出来玩耍，来释放她活泼的天性。自从有了媚珠，感觉大梁脸上的笑就没消失过，即便是只能看到她的后脑勺，也能知道她此刻在笑，这大致就是嘴巴笑到耳朵根的样子吧。大梁歪着脑袋看媚珠喝水的画面，眼神里的爱都快要溢出屏幕了。但即便已经是当外公的饲养员了，也挡不住大梁调皮，他自己也忍不住经常撸媚珠，曾经还因为把媚珠撸出了狗叫声，所以被亲姐训了。他一大早带着媚珠在外面玩，被领导抓包后尴尬的收起手机的样子也很好笑，真的像极了上班摸鱼被领导逮个正着的尴尬场面。大梁带着媚珠玩玩具，感觉他比媚珠玩的还要开心。而且大梁和媚珠在一起的时候也经常碎碎念，以至于媚珠听太多了，开口就是哞哞叫声。这音色和大梁的声线简直一模一样，而且媚珠和大梁在一起时发出哞哞叫声的概率更大。也正是因为大梁对媚珠毫无保留的宠爱，也让媚珠变得越来越对他肆无忌惮，日常追着大梁咬，感觉此刻的他们都在因为彼此的存在而幸福着。